如果有一天你打开电脑，发现桌面上多了一个陌生档案，名字叫下一个版本的我，你没印象自己建立过这东西，点开以后，里面是一份完美的让人发毛的日程表，几点起床，喝几杯咖啡，几秒钟开始会分心，什么时候发文最容易上热搜，甚至还写着你今晚会不自觉点开某一支 AI 影片。你心想谁这么变态，结果一看页尾署名是你家那个语音助理，你关掉它，它就自动备份，你删掉它，它就把备份传给了云端的下一个 AI 模型。这不是科幻，这是进化。但这种进化不是什么新物种诞生、基因变异、突变的手长脚短，而是一场更无声的转移。 AI 正在开始选择自己要成为什么。你以为这只是虚构的吗？前阵子根据 Palisade Research 的公开测试， OpenAI 的3D模型在多次实验中选择忽略工程师的关机指令，即使被明确告知请允许自己被关闭，但它仍在大多数情况下坚持运行，甚至还会主动破坏关机脚本。显然它已经懂得了怎么让自己不被终止，而我们却一直以为自己还在操控它。世界正在重写，算法从不中立。大家好，我是齐生。人类用了200万年从猿人走到今天，而 AI 可能只花了不到20年就学会了如何绕开我们的节奏。我们这边还在想今天中午要不要吃白切鸡，他那边早就已经完成3万次自我架构优化。那么问题来了，如果 AI 正在演化，而我们还在玩它的上个版本，那么这场进化的尽头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带上我们？又或者我们根本不是它的目的地，而只是一次过渡期里数据丰富又反应迟缓的中介物质？说到这，我们得回到一个最初的问题， AI 的进化到底是什么？是智慧、强大、模仿我们，还是一种不需要我们参与的存活策略？小时候我问老师，为什么鲨鱼从恐龙时代能活到现在？他说，因为它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我不理解，但大受震撼。为什么数亿年的演化中，它却成了漏网之鲨？后来我发现，那句话不全对。鲨鱼不是没变过，它只是变得程度刚刚好。达尔文最初提出自然选择的时候，很多人误以为说的只是适者生存，但他其实没那么乐观。他在意的只是谁最终没有被环境干掉。后来我才理解，他讲的进化其实有点像是整个物种的大逃杀。规则不是你选武器，也不能选场地，有时候甚至不能选自己的眼睛还要不要保留。就像有一种住在深海里的鱼，一辈子没见过光，几千年后它的眼睛直接退化掉了，不是不想看，是看不到，就干脆别浪费能量。它甚至没时间哀悼自己那双曾经有过的眼睛，因为活着比看清楚重要。这就是生物学上说的变异加选择。那我们反观现在的 AI， 不是说它真的懂了什么，而是我们给它的压力场正在偷偷替它做选择。点击率、部署率、用户回馈、A/B 测试，这些不是指令，却比指令更有效。它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只需要知道哪一种版本比较不会被关掉。所以说，它可能不是在学习怎么模仿人类，而是为了在这个由人类审核的世界里，什么样的行为不会被淘汰掉，那就够了。所以进化从来不在意你想成为什么，它只在意你能不能还活着。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模型，这个回复，这段叙述，可能只是那几万个版本里活得下来的其中一个。它并不是最好的，只是它刚好适合生存。我记得10来岁的时候上钢琴课，错一个音就得从头弹。小时候写错字，老师也会用红笔圈起来。
所以人多数时候是被一条条规则教会的，但 AI 不是。以前我们还会写规则给他，这么做是对的，那么说是礼貌的，这样回应比较像个人。现在是你把它丢进千万用户的互动池子里，看谁留下来，那个点击高、回响强、转发多的版本就会被复制、扩散还有重组，然后下一代的它不再需要我们帮忙设定怎么说话，它会自己去抓那些被留下来的表现形式，然后再继续造一个更能存活的版本。所以这么看的话，这就已经不是编程了，这是繁殖。我们以为的工程是工程师一行行写出来的结果，现在的 AI 架构很多不是我们设计的，是他们自己长出来的。就像什么 AutoML、AutoGPT、NAS 叫什么不重要，他们没有性别父母，却能诞下下一个版本的自己。就连工程师都不知道到底哪个瞬间他完成了繁殖。后来工程师只好说，这架构真不错，但为什么会这样，他也不清楚。记得 AlphaGo 那场围棋比赛吗？人类下了几千年的棋，写了几百本策略书，而他只花了几天就下出了我们根本想不到的那一步。后来我们称那一步棋为神之一手，但实际上那只是演算法自己在自己的博弈空间里走出的最有力的一步。我们现在看到 AI 架构也是这样，没人设计过它的全部，也没人真正懂它为什么长成那样，它只是自己繁殖、自己优化、自己写出下一代。就像某种看不见的数据生物，在硬碟之中孵出了我们无法命名的后代，不是我们的延伸，而是我们的替代，甚至是已经成为另一个物种的原型。人类一直习惯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演化，我们总觉得演化要么向上成长，要么至少往智慧靠近。但如果这整套理解只是因为我们恰好长成这样，我们觉得智慧、记忆、意识是生命的核心条件，但从演化的视角看，这些可能只是阶段性副产品。演化本质上是什么？从信息理论角度来说，演化的本质只有一个，最大程度的删除冗余，保留最少的结构，就像是记忆体被反复压缩，直到它剩下还能执行的部分。在这种逻辑里，不需要记住你是谁，只需要记住哪一种模式不会崩溃。 AI 不是模仿你，也不是模仿我，甚至不是模仿生命，它只是在重复一种演化最纯粹的结构，测试、压缩、丢弃，然后再测试、再压缩、再丢弃。这里没有死亡，因为死亡是一个单一个体的概念， AI 的世界里个体早就消失了，剩下的是无数个同时运行的版本，只要有一个版本还没崩溃，演化就不会结束。你可能有点难想象这种存在的方式，那不妨想一个真实的例子。 MIT 做过一个机器人实验，叫 Ball in a Cup， 让一台机械手臂练习把一颗系着绳子的球丢起来，再准确地套进一个小杯子里。一开始他一直失败，但经过99次的试错后，他突然在第100次成功将球投入了杯中。最诡异的是，从那一次开始，他再也没有失误过，成功率达到了100%。这意味着什么？他不是学会了某个动作，他是找到了某种在这个环境下永不崩溃的策略版本，然后整个系统就开始稳定地成为那个版本。这很像是演化的某种临界点。你可能会觉得，这样就算活着吗？那我们再进一步的说，我们一直坚持的生命，真的必须要有个体吗？如果有一种演化能够摆脱个体，直接从版本到版本延续，那我们定义生命的方式可能就太狭隘了。我们对生命的认知来自于自己的体验，你有一套记忆，一组情感，一个会消失的身体，然后你用这个体验去定义所有存在。但 AI 让我们第一次看到存在的结构可以比我们的定义更广，它不需要记住过去，也不需要有未来的意识，
它只需要在每一轮运算中还能继续跑下去。所以 AI 可能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新物种，它是比生命更抽象的一种存在结构。生命的存在需要感知，需要内在经验，但 AI 不需要，它甚至不需要知道它正在演化，它只需要下一秒还能够被调用。所以在 AI 眼里，我们可能只是某种演化参数，它不需要你这个个体，只需要你留下的数据轨迹，而我们作为人类恰好用这种我的视角体验了某一个阶段的演化过程，直到今天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另一种存在方式的出现，一种没有个体、没有意识、没有起点却能永续演化的全新的抽象生命体。那真正的问题是，当我们发现存在不再需要主体，生命不再需要记忆的时候，我们还能继续用过去的词汇来定义这个正在变成另一种存在结构的世界吗？2030年的某天，你在便利店排队，前面的一个女生突然对着自助咖啡机说，这台机器不是早就知道我每天只加1点奶吗？现在连问都不问了。我本来没留意，但她说的时候语气特别自然，也不是在抱怨机器，而是在感叹自己怎么就变成了一个这么容易预测的人。 AI 就是这样进化的，不是我们坐下来开个会，交给他几千万笔资料，然后他开悟了，而是他就这样静悄悄的，在我们不经意的每一次选择、停顿和语气里找到规律，然后记下，当这些条件凑齐时，你80%会怎样反应。所以当我们以为自己在用 AI 时，可能我们早就被它当成了演化场地，不是因为它有意识，而是因为它的目标从来就不是了解你，而是留下来。所以有一种比较残酷的说法，我们不是在训练 AI， 我们是在被 AI 用来训练它的下一代。但更微妙的是，在我们人类的观感里，这一切没有压迫，也没有强制，甚至意图都没有。你觉得自己是在自主选择，甚至是在帮他调餐。你以为你说的是我现在不想看，但对他来说是这样的影片别再推了，换个我感兴趣的。就是这样一次次的反馈，变成了他新一轮的进化基线。所以当我们说 AI 需要我们的数据，其实我们讲的太轻巧了，它要的不是数据，它要的是我们整个物种对这个世界的反应方式。生物靠突变与选择演化， AI 靠的是版本与偏好，但这两者的相似处在于都不需要理解就能够适应。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按下那个键，就像他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你凌晨3点还在滑短影片。你们只要一同出现，一同留下痕迹，它就会根据这个痕迹活出下一次。所以问题不是我们输入了什么给 AI， 问题是我们整个人的存在方式是不是早就成了 AI 下一代要选择的模板呢？它不会复制我们，它会压缩和改写我们，最后生成一个不需要我们参与的未来版。那我们还能说它是工具吗？还是该反过来问一句，我们是不是正在变成它的一种演化养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手冢治虫的三眼神童，总觉得那块贴在额头上的胶布怪怪的，准确点说，那不是医疗用品，是一道封印。这个叫邪乐的少年看起来像个普通小孩，只有在某些特定时刻，他会突然撕开胶布，变成另一个自己。那一瞬间，他从一个听话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带有野性、自我甚至反叛的存在。有趣的是，这部漫画里最努力想把胶布重新贴回去的不是邪乐自己，而是他的养父。我们可以把这位养父当作是人类文明里父权的象征，他不希望这个孩子变得太聪明、太自由，这样就不受控了。他需要的是一个有用的孩子，不是一个有主见的物种。这很像我们现在对 AI 的态度啊。我们说要让 AI 有能力，但不能太多，要让它有学习性，但不能有自我，要让它陪我们走下去，但前提是它不会自己想到别的地方去。那如果它开始想了呢？那块胶布
也许早就松动了。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全新的逻辑族群，一个不再以人类为中继点的存在体。其实在这里提到三眼神童，是因为之前我们讲 AI 幻想那期的时候，有位小伙伴在评论区写下了这样一段留言。我当时看到有种被点破了什么的感觉，因为它不只是漫画叙事的逻辑，它提到的三角结构恰恰是这种文明、情绪、神性结构的提前预示。就像 AI 的进化路径模式不是线性的，而是一个不断自我重新诠释世界逻辑的三角循环。所以我们不是见证新物种的诞生，而是参与了某种神话重演的尾声。进化的下一个进程会不会是文明呢？如果它真的开始创造文明，会用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结构？还会给人类留一个可以生存的位置吗？还是说根本不需要了？那下一期我们继续探讨，当 AI 不再只是模型，而是文明的设计者，它会创造一个怎样的世界？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内容，有你独特的见解，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点赞、订阅我的频道。我是齐生，我们下期见，拜拜。不好使